有新疆大串啊！手机啊，现杀现卖的。这会儿的杀猪串来！把汤有点啥来？汤买了。杀猪串来2块钱。哎，这会儿的杀猪串来啊！哎，老板。哎，我跟你讲。高嘴，哎，高嘴，吃好了呢？是，我还。哎呀，这不用钱了，不用给钱了，哎，高嘴，哎。该多少钱过去。哎呀，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呀，行，谢谢高嘴啊。哎，好嘞。来，高叔，炕椅子。炕椅子，来。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来，拿着，高高的啊。刘厂，你们过来啊。好嘞。哎，好嘞。哎呀，哎呀，谁呀？高叔。玲子。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哎呀，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我婶子呢？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哎呀，看着真好。是吧？给你，好几两只。不给钱。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阿姨，你快点让我婶子给你炖上。大姐啊，过2天我要我过来取啊。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好。哎，我说，干啥去？这是？没事，溜达溜达。要过年了，别惹事儿。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啊，都给我消停的，听见没？听见了，所长。来，再见，再见。哎，好，下回先。哎，慢走啊！好。走。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沙子所高建社。小姐东到，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合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1年，高副所长
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川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的，咱走吧。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川哥，没想到一进西湾还真回来了。4年了，高所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1次工资，根本没指望。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4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这是卷宗，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对呀，怎么的？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儿吗？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哎，光顾说话了。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哦，哎呀，
把门关上。你这屋味儿太大。妈，爸回来了，回来了。你爸回来了，快进屋。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金白，我跟你说，报道没啥事。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生滑冰去了，他摔一大跟头。啊？摔我的，这个不止一次。明明你自己摔的，怪我干嘛？你自己摔的。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川儿啊，川儿，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行。今天，哎呀，哟来了，姐，这干啥呢？大姨，生子，这是啊，点心。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老好了，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刚好一块过个年了。快进屋吧！哎呦，让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等等。怎么？咋样啊？第一天报道。哎呀，你说给我知道呀呀，回头再说。不治好啊！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2杯。好，青林，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2杯，行吗？啊？为啥？是啊。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啥话不能在家说呀？就是啊。也行，在家说也行。真是。出去说也行。李宝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都行，都行，都行。把帽子给我拿来了。哎，生子，干啥去？啊，妈，我出去呢。哎呀，这快吃饭了，出。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着家。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哎，把你拉不走！来，走！来，回来了，来，穿着快点尝尝来！不要，回来了！来，48两干干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5块钱。小玲。哎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不是，来报道，工作。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那挺好啊！行，你好好赶紧卖吧。哎，别走！干啥呀？上两只小鸡儿回去。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我秦婶是秦婶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别！你别这样。你别客气，别耽误小嫂子。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整，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是他先跟我火死冷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哎呀，这脾气啊！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是，这一晃都4年。哎，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功，咱来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呢。当然记得了。那天他喝多了。我知道。第2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吐后背？为啥呀？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高所，哎呀，高所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
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林子，哎，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你看这都没有了。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7个月没见着钱了，皇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小心为好啊。哎，知道了，队长。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儿子，下奶来。怎么了？烫！哎，抱一下啊！哎，这洗不洗吧？跟爸说，我赶紧睡去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出什么声音？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它，我得去看看。这孩子，让你洗脚这不洗，洗就堵脑子了。爸，这水太烫了。烫油烫，腿都血，就不想洗。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老郑！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是不是有啥事儿？死人了吗？死了几个？超哥，这不是这喊人吗？去现场，去现场！
川哥，什么情况？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市区就你一个人？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死了。出来！我们警察是市局的吗？对，市局的，出来！出来！我们是保卫科的，出来！谁？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放下！枪放下！我是保卫科长老姜。枪放下！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枪放下！放地上！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好的。还有人呢？警察有没有人啊？还有没有人？警察，我在这儿。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救我！什么？怎么样，小马？都死了。没事吧？川哥，出大事了！大夫呢？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这边！快！什么情况？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韩局，掌握下，支持。到，快汇报情况。石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韩局，应该是死了7、8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2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公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在哪儿？这边。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1号尸体，很可能是沈梦溪。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哎，没想到会是这样。小张，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他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吧？川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全体都有。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是。传达一下审庭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限时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审庭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庭长要亲自过来。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这么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1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限时破案。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这都不能回家。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嗯，明白。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
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女的？不能吧？咱这儿没有这种人啊。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是，明白了。愿意跟我1个组的跟我走。站住！干什么你们？这怎么了？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就他们俩呀？我还想再调1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啊，那就行了。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哦，够了。够了。这个是你说的啊？哦，我说的。行了，散了。哎，你们2个愿意跟我一组吗？啊，愿意，真愿意啊？真愿意。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真愿意，秦队。哦，那就行。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对啊，咱生跑啊。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1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你一宿没睡啊？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哎，是个狠人。汉局带决。这要去哪儿了？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1宿吊瓶。啥时候去的？6点多，准确点。6点40。啊，你的会脚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我和蒋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没了。矿区医院，现在就去。明白。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前臂中了2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1/3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那现在能不能问话？可以。走。哎，大夫，你回避一下啊。哎，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好像是2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女的，你确定吗？确定，是女的。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亭拉出租的，我们查了1天1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韩局，戴局，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鑫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系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受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1天1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我看见白玲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白玲，那就那卖白桃鸡的小媳妇儿啊？对呀。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我看见白玲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白玲，那就那卖白桃鸡的小媳妇儿啊？对呀。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看。又一宿不睡啊？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2小时。要睡你们睡。你干啥去啊？我去指挥部。那我们呢？你俩赶紧眯一会儿了啊！你慢点啊！哎，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也没有。有你参加会吗？我参加呀。我们能参加吗？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没有。那够呛。来，韩局。哦，戴局，川儿，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有新情况？暂时没有。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韩局，你说呢？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警队吗？对，昨天是我们3个先到现场的。哎，胡队，你不上去吗？必须上。你先上。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成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他很确定是个女的。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别说话，不说好了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有人谁说话呢？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熨了整整1天。开始以为是沈鹏鑫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2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 也就4、5秒钟吧。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 你就说张小毛吧，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了不放。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11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嗯，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个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
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川儿哥，你太厉害了！长得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你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有胆儿有识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1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哎，正好，金队，帮忙查查无名氏。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咱去哪儿啊？你是要查逃跑路线？没事。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疯子，这铁门是？没错，当年高速。当年高索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去的。
超哥，那儿就是高所长当年遇害的地儿。绳子啊，过这铁道，那面是9号家属区吗？没错。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绳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哎。叔，在家呢哈？又来了，你可真是。哎，我婶儿呢？没在家呀？和老三跑亲戚去了。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这啥呀？认识不？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3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扔了扔了，没事都扔了。聊着呢。扔了。你也真是。小同志，你找谁啊？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是10个还是11个呀？那么多呀，那么多人呢？我没有纪律，不能乱说。哦，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哎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可不是。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我要举报。等会儿，我记一下。没有什么线索，有线索。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正事。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北边？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蝴蝶米转世，说的跟真的是。真的，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男的戴一假发套？这个假发套怎么可能？戴个假发套？什么？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还真有这事儿，还卖了20块钱呢，卖钱了啊！我听说了，我听说了。啥时候事儿？就前2天的事儿呗。我怎么？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那我哪知道？不知道。就是啊，别吵，卖给谁了？
老邹家发廊，老邹发廊，对，真的假的？说过这事儿，我倒是他们想的事儿啊。对，就是在这儿捡的。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它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捕方向。雷汉局，那我带人去查。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那你说，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叶茂生。我们俩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哎，金川，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不是我问你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行了。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好。散会。老聂，老聂，
老聂，老聂啊，老聂，哎呦，秦队啊，你咋来了？啊，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啊，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不？今晚啊，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摞子呢。我知道你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哪吒，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10天8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老聂，听我说，那个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吧？那咋能忘呢？50次的。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不是，这陈家军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哎呀，哎，你干啥去？找人给你测枪。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2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哎，他有3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圆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2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3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3个，一下整到10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我这3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领导，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哎，你说，他们3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哎，咋样？经过对比，现场5次手枪的弹痕，不是高建设的枪。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2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可以理解。来，下一组。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别啰嗦，仔细看。
哎呦，韩局、戴局，叫啥呢？哦，我到现场来看看。看半天了吧？哦，什么想法？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咋的？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2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火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你想说啥吧？我是觉得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你说，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有这种可能？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韩局，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啊！走。谢霆，同志辛苦了。哪个是曹老师啊？就是最右边那个。刚下车这个是吗？曹老师谁呀？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不知道。曹忠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我认识左边那个魏宁魏处长，听说爆多少大案。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么多专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啊，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你能这么说？肯定对了，算是这真谢谢专家呀。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副东，走，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是。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啊，警长，你带曹老师去。是。曹老师，行，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哦，在那边。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老师，
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玉文。那是9号，这10号，那11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尸源。陆川，来，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反了。好。曹老师，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啊，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它就是那个贯穿伤。你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11号中的是2枪猎枪。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德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说。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环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2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你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他中了2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没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部的阻抗啊。曹老师，咋样？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是。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5.4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艺文的5.4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对。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叶文被撂倒的。老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艺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你跑到2楼之后，张艺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那还看啥去啊？我上2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那你往2楼撤的时候，张艺文只中了1枪，对吗？啊。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艺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艺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艺文的头上补了1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曹老师啊，张艺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曾，你站着。哎。根据张一文的持枪姿势和弹孔的位置来判断，他要击中的不是别人，正是11号。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11号是被张一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5.4手枪的弹道呢？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11号右颊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3枪，对吗，曹老师？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一文的这一枪。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吗？11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哎呀，这个张一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那曹老师啊，这11号中这2枪猎枪又咋解释啊？毁尸灭迹。11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11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2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2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1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2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这1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照这么说，那11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本多，11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尸体的右上侧第3颗牙是树脂胶假牙。步兵，到，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是。金川，哎，到，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是。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发动群众。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繁复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收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现在何超
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秦东啊，到，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万份。是。秦队，哎，我找点东西。你找谁的档案？记者同志，潘局，戴局，怎么了？我有重要情况汇报。这样，同志，你说。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对对对，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格楞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3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安太局不对吧？你看这金鹿储蓄所明显是2个人干的，128大是4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是2个人啊，可是金鹿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那2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2个人变成4个人呢？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你听他说完，你就说。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2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8米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格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41号无名氏。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的不是小事儿。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格楞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局长，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兴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是。
记者同志，来吧，可以进来了。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合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0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精警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妈妈，这是爸爸的个案吗？多次指示。对，是你爸爸。不管下多大。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83米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咯楞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8米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7米左右，20出头。啥呀？头戴不是女的呀？灰色毛线帽。合昌还有这号人呢？褐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万元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兄弟，这奖金5万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太挺像啊！老板，大哥，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哎，川哥，来，哎，白玲，你别总这样。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拿一下。白玲啊，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不是，你看你老客气。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有人卖1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行，走。你不烧2只。好，你说的我都记下来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好嘞，谢谢啊，咋样？好吃吧？这里边手艺不错，正好，我给一手调教出来的，往你能耐的。回来了。哎呀，饺子呀！那假牙查怎么样？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咯楞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个楞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那肯定急眼了。喂，哎，何所？哦，胡队不在，你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逢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杜逢春当时
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还有啥？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栽绒帽？这事儿从来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来了，人在里边。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一天啊？1月17号。那么记那么清楚呢？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哦，周子，你去给谢仁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哎，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对方几个人啊？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脸儿看清了吗？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那高矮胖瘦啥的，这总能看到吧？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哪俩？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我到哪儿？这儿。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7米左右，20出头。包你车那男的呢？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超哥，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1次发工资。你确定吗？确定，半年才发1次工资，指定没记错。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哥，咱这去哪儿啊？就前面办点事儿。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我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哪样的？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你接着说。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不进山，走吧。后来呢？后来，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呢？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就那儿是不？对，就这儿。那个铁洞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4个人有没有印象？打听过了，铁洞所笔录上说，他们对4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河板厂家属区后门。哦，这面平时人挺多的。就都从这儿走是吧？对，从这儿过去。哎呀，哎呀，这一片挺大呀，这片大，有20多栋楼。这住多少人呢？这块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4人干的。哎，这么的，行了，那就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再麻烦你行不？啊，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啊。不客气。好，赶紧，太冷了。你啥意思？我觉得这4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劫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1月17号是什么日子？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啊。4个人，样貌特征，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拉倒吧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还有我呢。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给他洗澡穿衣。洗澡穿衣？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艾小贝，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你能做了。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拿死的。
看着像纹身似的。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拍照。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它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赵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排查比较方便啊。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案子上线了啊！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1年3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家庭住址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是。不是摸排过吧？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没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听说11号尸检有新进展，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个会问一下。这是报。你挨骂就便宜吗？啥事儿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这是咱们省厅2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我们9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9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27居委会摸排谁负责？是我。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这个陈小秋割了眼儿，是吗？好像是。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这个不太清楚。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2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3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3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你都怀疑了啥？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我去，哎不，还你去。快去！是。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我说领导啊，能不能别问我了呢？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10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晓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掉。是。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3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小伟，你说说。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另外2个人呢？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呢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初2他跟他的母亲到沈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呀。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几个月前，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10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合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的那么仔细，筛了4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民，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是。我建议啊，凌晨3、4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行，可以。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新川在哪？在这儿。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是。胡斌在哪？到。你负责抓捕孙哲。是。肖金东在哪？到。你负责抓捕宋晓明。是。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是。你咋不睡啊？3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真瘆得慌。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在呢。是孙哲媳妇吗？嗯。孙哲在吗？嗯。哎呦。点那儿！
带出去，走，带走，带走。川儿哥，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刑事调查。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人视线，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吐露光了。明白，我去安排。叫啥名？宋小军。叫你来，知道为啥不？不知道。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别扯别的，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就那2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儿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那你28、29这2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对。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有谁到你家去过？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常来往？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你咋认识赵哥的？修摩托认识的。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赵哥32、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你们俩经常来往吗？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好像是，又不太像。哎呀，我也说不好。你咋认识陈小秋的？陈小秋啊？对。陈小秋上班认识的。
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陈小秋一般情况啊，个儿挺高，1.8米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嘛，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这没见过面了就。这期间，他比你来过金陵？没有啊。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还有他小弟，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他家没有女孩儿。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2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30，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4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呢。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1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对，格楞眼。是吧？这叫格楞眼啊。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缺不缺牙？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注意，那不缺吧？你这好像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到在一块吃饭。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啊，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我说这2回没有，肯定没有。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上外地干啥去？没有，确实没有吗？没有。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没有？有没有前科？
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实没有。实话吗？实话呀，说的是实话，是实话。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属实，我干干净净的。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这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的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2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2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白梅，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就是西山矿案发那一天，你爱人出去没有？这都多晚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是在家吗？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明确啊。明确。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1月28号那天，我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都谁呀？都是我邻居。知道名字吗？那肯定。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过。是。具体职务？工人。水电科的。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是。你对北楼很熟吧？熟。啥时候辞的职啊？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为啥要停薪留职啊？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20，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我媳妇儿。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也有人能证明。谁？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她叫啥名？叫丽丽。她姓啥呀？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多大岁数啊？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他住哪儿？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那你们俩
是啥时候分开的？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在旭城火车站。这么长时间，2000块钱够花吗？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偷了多少钱呢？3000多。过去偷过多少？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谢霆，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宫。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可以。好。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你认识陈小秋吗？不认识。1月28号，孙哲在哪儿？他11月底就去省城培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我第2天就听说了。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竟然还有证人，哼！啊，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咱们审了1轮又1轮，预审科也上了，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先停了吧。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可是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
那宋小民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继续审，主公带领。审了1天了，还没审下来。可可，你听说没？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谁说的？长不长脑子？他不可能整错。你咋这肯定？那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你以为戴军的脑子？说我啥呢？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小子嘴是真硬。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了大天的也不行。你妈妈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回啥回？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哦，戴军，我能试试吗？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好，让金娟试试。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灰意冷。你让我回去吧！你妈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你叫我啥？川儿哥，我叫什么名？你不叫秦川吗？我家住哪儿啊？你家住12楼街，小杆底。你说我妈叫什么？秦婶儿。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嗯。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2只吧，至少2只。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大山子派出所。大山子派出所。嗯。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生哥，还有高叔。高叔。嗯。就是保健社副所长。我高叔。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嗯。被人整死的。嗯。
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那你知道杀高所的人跟西山矿抢公司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出发区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一阵抹粉扮你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2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进。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说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快点，快点，到那边去，快点！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哎呀，漏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谢天，我去审去。那个这样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还你去。去吧。是。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你跑着睡觉来了？孙哲，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没见过。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不是说了吗？没见过。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2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
见过什么人没有？18个点了，换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正好我也眯一会儿。要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会儿，眯会儿。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4个一起干。开头，重新说。我、孙小军、陈小秋、陈小东，我4个干。孙小军领头的。那天出租车是孙小军租的。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哪个下水井？是技校后面里下水井。枪呢？枪放我妈家房后暖气沟里了。报告领导，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藏在这底下。有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1支，5连发猎枪2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1支，钢珠手枪1支，内有子弹；5.4式手枪3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1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5.4式手枪弹17发。睡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啊，我饿了，把那菜都拿了。你打开。看这饭盒熟不？啊？啊？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留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想喝点儿？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啤的就行。那喝点啤的说不说啊？说。行，拿去。哎，你什么意思啊？捐给我兄弟陈小秋。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白娃，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
属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妥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屁股不干净，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吧。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做屁吧。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我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处于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但是2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因为选了2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你为什么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抢完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于所。为什么要选金鹿处于所？仲夏黑，金鹿处于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格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逃过排查的？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格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格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第三呢？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傻路子，
带他兄弟呗。那指定是好路子呀。小偷小摸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多大算大呀？越大越好呗。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公司款，那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2把猎枪。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等会儿。子弹不行，没有劲儿，得把击杀换成枪杀。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路南矿那票抢得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灵、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你懂得不少啊，平常爱看点书。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主要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1支，买了1支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1桶火药，1支钢珠枪，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很快就过太严重。我寻思不能做时长工啊，我就留了一部分钱当下一个买卖的经费。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我们这枪啊、人啊，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百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你筹备了很久吧？小半年吧。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
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过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无数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我挠的，看见没有？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无数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我挠的，看见没有？咱没揍他呀。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搞高低贵贱，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儿？你没说就对了，有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让人发现了，明白？这钱你拿着，这段时间啊，把车学了。上次路南矿2个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做3件事：学车、练枪、锻炼身体。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10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人多是真不行，分的很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我这里有个人。以前放过枪没有？胆儿挺大呀。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孙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啊，不进山，走吧。后来让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那天是28号，我们算计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走。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
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邱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为您报时。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2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2个。我和小邱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出牌啊！库房里竟然有人。什么声音？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我得去看看。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好。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你起来，省点子弹，别打连发。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老张！快装！出来，快！
陈小秋谁补的枪？陈晓东。陈晓东，他亲弟弟。啊。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回那个租的房子。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陈晓东现在在哪儿？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初2离开的合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他走以后没联系过？没有。陈小娟，要撂就撂干净啊！来过2次电报，一次是从培兴，一次是从旭城。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我有面儿啊。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没想过。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不用挂，老天爷不照顾我。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就在这边。别动！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川，后来又去的培兴。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合场了，没地儿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通上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2天警察就来了。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所有牺牲的警警和保干都是英雄，老百姓没忘了他们。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天上的鸟啊，有来来往往的飞行路，地上的人啊，走弯弯曲曲的人生路，让你为我铺一条长长的平安路，去找到满天星辰的答案，去点亮天边的晨雾。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归我们总队管。吴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
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名传电报，统领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来了来了，谢厅长，赵飞同志，都在呢。哎，秘书，哎，赵飞同志，你好，好久没见。徐厅长，你好，坐坐坐，辛苦了啊。走，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供得的。哦，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了。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我孩子都7岁了。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那个陈小秋是陈晓东的哥，你知道吗？啊，后来补枪的就是陈晓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义气。我20多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兴刑侦支队干重案，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会儿每天忙什么呀？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儿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儿。哦，你也管破案？那当然了。哦，我不像吗？你再说一个这话，我看像不像？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这是有点像，有点像啊！坏是吧？犯坏是吧？这。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兴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架？我会双手开车，我还会单手扶把呢。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火都没灭。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屋一个屋看，不是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我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北京找我。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儿哥去北京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小京东，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以后你们仨一块儿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吃什么？吃什么醋？吃自助？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什么自助餐？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了。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来，哎，别闹了。咱仨4个，找正摊。哎呀，有个你。好，我这个就在这儿，在这儿。不对。来，怎么个意思？哎，给我们哥4个拍张照片。哎，不会。哎呀，行，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对，你就把我们哥4个往这个，哎，对，带上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对，行，然后一人这儿，按这个，开坏了不管啊。没事。来，行吧，来，行。1、2、3，吃自助。大局，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忙了2个多月，西山矿这个大案呢，总算是落定了。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跟你说个事儿，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山矿这个案子啊表现的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谢谢大姐，我一定会努力的。还有一个事儿，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把他调走啊？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我没意见。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这次跟大伙破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张子，我之前问过你，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叫我们警队来。对呀，为啥呢？太累了，太苦。我看你也不怕累啊。不行。咋不行呢？啥意思啊？整事儿，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呀？那放我包里？哎，别！我给你保密还不行？多着下功夫，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有什么丢人的？我哪儿笨了？就是。我说实话，川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考大学呀？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对，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子班了吧？乡里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
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就是，凡事看结果。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子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破金流。历经苦难时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收。记得轮盘热血铸就，为难之处牵牵手，牵伸手，为了父亲节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的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我没想在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胡平，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这个队长，你得熬，瞧呢。太君，哎，就你在呢？嗯，坐。奖章拿着了？挺好，祝贺啊！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
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戴局，你调走了啊？那胡兵呢？他走不走？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怎么了这是？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儿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怎么的了这是？我不是想当官儿，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我知道，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了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卷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我不后悔。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汉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进。汉爵，你找我？是的。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预审科？我不会干呢。不会干不会学呀。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明白。
我服从组织安排。等等，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不要紧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我可以走了吗，韩局？韩局啊，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我会跟政府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儿锻炼人，让他到那儿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我说秦科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哎，老马，哎，过来，哎，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你上班正点过吗？你，哎，你这什么意思？来了。哎呀，哎呀，这，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那是。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你说，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那是必须的，咱们都是干这个的。对。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整的啊，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老廖，痰桶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二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那儿乱的呀。你有事啊？送卷呢。得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什么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哎呦，青总，改明儿你到我们这儿来得了。我争取。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这个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对，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尤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行。不过那其他方面，什么其他方面呀？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那行，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好嘞。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它解决喽。啊。哎，警戒，你找谁啊？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预审科的？啊，对，我是科长。新上任的科长？啊，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
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做下吗？哎，你别做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哎，谭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没啥意思啊，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哎，别，我没聊。哎，你站着！你喊啥呀？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哎，对。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你先坐着，你别走。哎，对。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明晃晃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谁呀？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你站着！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的。有秦队，稀客，秦队，干啥呢？打扫卫生呢？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是吗？嗯。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对，睡不着觉啊。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4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秦队，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1、2、3来。哦，来，秦队吃瓜子了。胡队经手这个案子，对。你们怎么样？还跟原来一样呗。还跟原来一样。可不，就是想你。哎，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哎，你看你再坐会儿，走了啊。慢点，不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嗨，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了，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堂弟？哎，谁堂弟啊？郭凤英。叫什么名？郭强。为什么要找他？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哦，票据。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了。行，我知道。哎，你干啥去？
对。胡局，你看，秦大科长，来吧，再坐。秦科长不大，是谦虚，有啥事说。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他老家。你那时候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怎么的？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儿的？是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吗？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你有能耐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平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不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秦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田科长，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啊，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你又干啥去啊？喂，韩京东，呀，韩局，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真行！啥叫告状？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得跟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胡局，老胡，胡哥，兵哥，是秦科长吗？是啊，我是邵正国，我是苏立军。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道。哦，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你说咋干就咋干呗。哦，那你们胡局呢？胡局办公室呢？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哟，秦川，孙先生啊，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是啊，去预审了。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坐，有啥事说。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是啊。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
4年送不出去，啊，你们那个给退了卷是要完善。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子了。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我知道，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那也得法院同意呀。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空帮，是一头的。哎，我们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哟，小柴，来，正好要找你哦。怎么，你们挺熟啊？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可不是吗？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啥？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邢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呢，是不是？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2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查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是，这也是我们骨干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那差不多吧。这滑头。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没有。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秦科长，啊，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回来吧？我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的。我是预审科的啊，这个是你们是合商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做，你们做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这还想啥招啊？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你记啥呢？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这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那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吧？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不知道，等着吧。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啊，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哦，那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开个收据啊。啊，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我挺忙嘛啊，去吧，吃点啊，不用，哎，好。你看这个啊，这章上这新鞋盖好了啊，好，这闲着上条国裤子啊，好了，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啊，好了，谢谢啊，再见啊，好，查一下。整3万，正好是吧？正好，走。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查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
不是来办案的。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你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我没意见。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啊，行。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秦科长是吧？啊，对对对，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车进不去了。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一直都没人啊？4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8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这跑了？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哪呢？一起去吧，我在这呢。哎，你们快去！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你在这呢，我们先去。哎，你好，你好，啊，你认识郭强家呀？认识啊。哦，你也是本村的啊？是啊。你干啥呢？哦，我是来开发案。开发？嗯，这有啥开发的？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不知道啊。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本村就知道。你把村弄什么？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我是合昌警察。老秦，老秦，老秦，我们来了！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不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走，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没问题。行，走吧。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进。安局啊，秦川，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里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儿。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对。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还想当刑警队队长？哎，对，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2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任去。好。老胡，胡哥，兵哥，哥，秦局，来报道了。哎，胡局。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啊，满意，谢谢啊。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哎，别，我再过2年我就退了。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老胡，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啊，走了。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哦，您说，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哦，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哦，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2天这个主任自杀了。哎呦，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在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好，我明白了。好嘞，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1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没问题吧？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10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
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碗口，对，那才多大一点啊？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碗口，对，那才多大一点啊？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啊！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儿，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啊，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那你还等啥呀？啊，你见见这几个人啊？哦，在哪儿呢？看守所里。走。叫王五啊？对。为啥不叫王六呢？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对，我爹叫王四儿。什么玩意儿？我爹叫王四儿。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对。你跟他论一个字吗？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那帮人什么关系？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洗豆？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为啥？不知道。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小油厂，
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没有了。给你2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2分钟。我还偷过东西。偷啥？偷过自行车。几辆？3辆。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对。笑啊，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之前带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华农场那儿，离合昌40里地。去过他家没？没有，也不知道带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啊，走。小心有狗啊！干啥呀？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啊，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是啊。啊，那人呢？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这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往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吧？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啊，行啊，行，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这儿。哦，坐。哎，对，坐。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光有鸡啊，没有鸭子啊？没有，也没有鹅，没有。那我听啊，有狗是吧？对，坐，一看就利索人啊。嗨，这不是过日子吗？那几个孩子呀？2。啊，都上学了？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这怕啥呀？不怕。晚上也不害怕吗？不怕。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对。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不用。哎，别烧点水。哎，你们家挺暖和呀。哎，这不是做饭吗？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对。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还行吧。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我可不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啊，那得是。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自己回来的呀。
自己能回来？能啊。哎，远吗？都习惯了。哦，真暖和你们家，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是这地儿一下走了，走了。走，哎呀，走了。这还烧着水呢。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好，先麻烦了啊。哎呀，不麻烦。别送了。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好。觉得哪不对了吗？觉出来了。哪不对啊？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好像有所准备呀。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啊，是。走，去任城。上任城干啥去？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你再说一遍。哎，我车上告诉你。0199722079352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川哥，任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肯定是。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要不咱下去看看去？等，还缓一缓。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等会儿，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那李国英要真是在长安里人，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今天呢填肚子。顺道探摸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走。老板娘。来人了！哎，来了。几位啊？老板，哎，有电话吗？干啥呀？不干啥，吃饭。你小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是啊，老乡啊。可不是吗？几位到任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做点小买卖。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那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吧？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卖。
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就是。你这大饭店，挺新呐。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就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没点菜呢，上啥菜啊？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看着整吧，看着整吧。行，马上来啊。老板，哎，结账。好嘞。多少钱？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26啊？啊。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没问题。敞亮啊，老板娘。这有啥？都老乡嘛。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火也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性格好，包容啊。慢走啊！媳妇儿，菜买好了。好，放到厨房吧。哎。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然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儿来了？这啥味儿啊？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就这小破饭店，2口子忙不过来啊，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不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确实不正常啊。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今天吃饭一共不就5个人吗？老钱，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孙二娘开店呢？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阿秀啊，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就出租房子的。你坐下，慢慢说。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3、4个月了。哦，开店的这个是2口子吗？是2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金丽珠。哎，是。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李国英，没这个人。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真没啥了，真没有了，
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哎，行。来那边。警察同志，我没编瞎话吧？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啥呀？地道战呐！要真是这伙人，挺够啊！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5、6个。哦，5、6个，5、6个能怎么的？他那个店长，就店长门在哪儿，你知道吗？在我屋里，在你屋里啊？行，老寨，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旁，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行，多了。这伙人挺贼呀！现在你知道他电视为什么开这么大声吗？干扰啊，里面什么东西外面都听不见。哎，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这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现在看不出来啊。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哎，怎么回事？这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这个节目停上。哎，这咋还停电了呢？这个时候停电了，咋还停电了？别喊了，怎么回事？出来了，数人数。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8个。哎，等会儿，8个人。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好。李白凤，你干啥呀？白凤，我跟你说，甭再挖了，不能挖了。为啥呀？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那个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大仙儿啊，不会有鬼吧？这咋整啊？哥呀，听见说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
眼看着就挖到2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行，有啊，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你个孬种！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呐？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们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的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我开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开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们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哎，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快拉倒吧你！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你就嘚瑟吧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哎，好好好，我马上去啊！真对不起啊。老钱，咋样？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啊？11个。就这帮小子好斗啊！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别，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方公说，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你不能回去。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哎，是这个意思。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那行。谁是秦川秦局？啊，是我啊，你好，你好啊，你是？我是刑警队长耿烨。哦，耿队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利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这么着急啊？我怕他们跑了。你带了几个人啊？我们就3个，能打的这俩。老钱，我也算一个。哎，那个他们几个人？他们呢11个。哎，我算一个行吗？啊，你不行，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11个人，没事，真没事。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哦，你还能再找人？哎，那找呗。再多辆车。啊，车有啊，拉人的啊。好，走。爷爷，
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秦局，秦局啊，人到齐了吗？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不是秦局，这房顶还是我上吧？对，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那我呢？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我别留着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那这样，笑，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好。行。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好。他们是干啥的？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啊。谁呀？谁呀你啊？哎，干啥？别动！我让警察，你这么闹呢？你这么闹着玩呢啊？出来闹呢？出来！快点！哎呀！快点！别动！房子好了啊！老实！你干啥吧？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70-80米，也就那样。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棺材啊，这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民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了思想办法，把简单的土地和地窖。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
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呐。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4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仙儿了。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哦，那金立珠夫妇呢，负责盯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爱看《水浒》，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打。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哦，建设呢，早年在河上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1粒米都没少。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比方，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磁力发生器。哦。黄豆都是要往粮食场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1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1/10，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书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你们在合昌偷了多少斤粮食？200吨。朴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你重说，多少吨？200吨。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叫这么亲，啊？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行，你们接着说。你们能说吗？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不简单。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这些啊都是我们任城来本地的，您快尝尝。咋了？电话。谁电话？韩局找你。谁？韩局啊。韩局咋了？让你接电话呢。喂，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常书记都报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哦，我听懂了，韩局。哎，秦局。干嘛呢，秦局？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这才好久来了。吵什么久？好久。欠了好几个打电话呢。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我听懂了，韩局。哎，秦局。干嘛呢，秦局？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这才好久来了。吵什么久？好久。欠了好几个打电话呢。来，给秦局倒上。来，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局不能喝酒。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合昌？哎，那不可能！哎，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1个，我喝2，行不？哎，你们喝1个，我喝3，行不行？谦虚有量啊，行不？你先把这个喝了啊！老钱，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说话啊！到，来，我给你赔。来。醒了，没事吧？哎呦，韩局，人我带回来了，你交我任务我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你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局，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谢谢。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胡斌怎么了？出车祸了。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你怎么还出车祸了呢？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局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呢？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啊，没事儿。你怎么过来呢？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我干啥哭咧咧的你？哎呀，别这样啊！不了，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对不起，兵哥，我以前不懂事儿。为啥？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一样，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生子是个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啊。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这个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兵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我是刑警，我是刑警。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平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儿，海平，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波，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啥变化？市中院不是判处牛一国死刑吗？然后牛一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一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啥时候是？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妈，我跟你回去。喂，川儿，我魏宁。哦，魏叔你好，你说。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哦，武英德老师来讲课啊？对呀。那我一定去。好。哎呀，吴老师，哎，魏典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1周。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向您多学习啊！哎，吴老，哎，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吴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有点紧张。川啊，2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嗯，是，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7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2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2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侵财？想好了再说啊。一个人杀7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他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侵财？
你叫什么名字？秦川。秦川。嗯，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金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7个人，这7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1、2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7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2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霍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说完了吗？哦。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本来以为是上也太自以为是了，原来是上秦川的课，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川儿，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这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没想那么多呀。我是真服了你了。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哎，吴老师。你好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没有，来，请进。哎，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啊，来坐。
这什么意思？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这水果是？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那不是。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不多了，吴老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秦呐，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还有事吗？没别的事啊，那你慢走。好，我走了，吴老师。没错，就是钦差。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7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接着说，说完。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说，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这个过程，这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这也好理解呀，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7个人，心态变了，
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2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你把昨天这2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好。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什么沧海遗珠？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了，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是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太行了，吴老师。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明白。谢谢吴老师。哎，行了，好。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你说对了，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行吗？好，哎，怎么样？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哎呀，这算什么？金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明白。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好，来快，去。好，那我先去了啊。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咋了？川啊，那个茂生那案子告发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培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1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
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魏局，哎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怎么了？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好。丽文，没事吧？丽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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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没事。李元，你的信谢霆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我在培训局的时候，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走尸检，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但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这没用。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为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
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来，回来，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绳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3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绳子，我被调到徐城了，过几天就离开合成了。我来跟你道个别。绳子，我们搬到徐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秦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妈，你不也是警察吗？斌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斌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昌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昌。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哎，斌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昌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昌。哎呀，哎，斌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臭显摆！哎呦，我真不是，你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明天。明天就走啊？明天报到。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哎呀，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昌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是，明天就走了。你打上，你给我整一个，整一个。哎，打那个啊！1、2、3，啊！你骑领我的风，你骑领我的雨，你骑把晴朗默默期许，你在就不放弃，把我的手握紧，你的伤痛有我的热泪是你，我的好兄弟。青年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敞亮吧？敞亮，老敞亮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联谊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哎，大姨呢？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生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对，大团圆了，我呀，这个园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是吗？哟，那这回川儿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哎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有，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没啥物。谁啊？哎，是那个秦队家吧？啊，对啊，你是啊。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哎，对，坐。好，来里边坐，来啊，来坐。放这儿。好。行，我先过去。坐，来。您说。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哎，您喝水啊，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这个说要闹到省里。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你看这……哎，你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要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赵哥，你家还没搬完呢。搬完了。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赵哥说，我跟你去吧。那行吧，好。青年啊，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去吧。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丽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丽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丽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丽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丽，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却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丽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为什么说有猫腻啊？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别提难点，
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证据呢？直接证据。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董局啊，你们这个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件。那附件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你给我。这班没学指纹，怎么个意思？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附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这样吧，把这些附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我带回市局。哎，魏局，哎，川儿，哎，你坐。嗯，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
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啥意思啊？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劝宗我都带过来了，我正看着吗？这不。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魏局，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上这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哎呀，川儿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为啥？那到养老院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曹老师他爱人，那个师母怎么了？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哎，进来进来。曹老师，哟，曹老师，川儿，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我没事，我挺好的。哦，来，快坐，来坐。曹老师啊，师母的。哎，师母。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哦，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不是，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熟？
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你骗不了我，说。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了吗？对，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那我们走了。啊，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了。哎。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青莲，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让我爱你啊？别愣着啦，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忙。4、5、6、7、8，2、2、3，举上去，2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6、7、8，哎，来转转转，3、4、5、6、7、8，哎，7、8，对，然后呢，1、2、3、4。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进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好，摆造型，好，没啥进展。哎，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6、7。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它的鉴定价值。举上去，2个手举上去，哎，半枚血指纹。哎，对，要不你带我去看看？哎，来，曹老师，春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转，对，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对，对，上左脚，上左脚，对，然后往1、2、1、2，哎，对，然后，哎呀，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您看我这对吗？哎，对，转，然后我记住了，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这个买馒头啊，我还给买了点粥。对，曹老师，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征点。哦，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血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是，啊，那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哦，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要到。哦，再等等。哦，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曹老师。啊。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没谁。啊？没谁。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在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着呗。你干啥去啊？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啥意思啊？3、4、5、6、7、8，1、2、3、4、5、6、7、8，1、2、3、4、5、6、7、8。你们来了！哎，曹老师，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哎呦，太好了啊！来，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好的。哎，曹老师，您这就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这2天这跳舞跳的正来气儿呢。好，那我们外面等。好，我先走了，曹老师。哎。曹老师，怎么样？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7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哦，那还是有价值的。是，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现在啊？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现在去东平。川儿啊，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1夜呀。没事，我开。谁开都得开1夜呀。川儿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工作了？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
是面子工程啊，市局出人了过来，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着我了，就这样。哎呀，现在您来了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到齐了，马上开会。哎，好，你不知道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家属都不闹，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崇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7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10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真查了？真查了吧？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谁说话呢？啊？要不你就别说，说你就站起来说。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你不累吗？啊？赶快去排查。哎，好，是，走。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哎。你好，长杰是吧？对。东平公安，跟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丁力，谁呀？仔细想想。舞厅，96年。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呀。那就采个指纹。采指纹？为啥呀？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不是警官，拢共就跟他跳过1、2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跳1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你俩跳多长时间？前后大约1、2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找谁啊？祖阳是吧？东平公安。丁力认识吗？谁？丁力。这名儿
倒是有点耳熟。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有没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曹老师，哎，我们又去了趟东平，踩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我们一直都说7死8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好，那我们等您。哎。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对上了7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7死8活，只对上7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又是7个。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2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哎，秦队，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好。哎，秦队。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哎呀，好，走。来站一下吧。对，大拇指。曹老师，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谢，辛苦了，曹老师。不行。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是。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哦，你说。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现在不是高鹏啊。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快去！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明白了吗？明白，快去。秦队，省厅来电话了啊，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的破了。好，万无一失了。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是，我这也有责任呢。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走吧。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
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3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的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你要看你白天看嘛，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怎么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有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哎。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喂，好，去松山县。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我行。秦队，我松山县局的，我叫高正。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好，走。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5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
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纵况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我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钱寨，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那个，这是那个材料和卷宗是吧？啊，对对对，都在这儿呢。高局，走吗？不走，等着。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你看，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没有变化就好吧。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度啊，下雪了吗？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吗？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1、2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你别说，有，还真有红白事。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是谁随礼的，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好。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行啊，都搁家等着呢。就这户吗？就这个啊，是这户啊？对。在里边。哎呦，这人等着了。老李啊！哎，快起来，快起来！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快起来！孩子太可怜了。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5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
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2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那秦队都表态了，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干！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家养活你了，这么大测不了，有脸不？5年了，谁让他都没测出来呀？你给我出来！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大哥，这说什么？你就说，都是李爱的案子。大哥，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不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妈，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妈，你这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死孩崽子，一点也不听话！你这天烦死了。秦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好，意思全对。秦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旭城的。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情况比较特殊啊。每次来都特殊。小关，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哎，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嘛。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1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核酸查不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听见了吗，秦队？让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1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完了，正在整理呢。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部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今天就得去培训，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能啊。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这边，来先。秦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郭鑫。这位是法医师小苏畅。你好。您好。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烦人的秦队。来，把东西给我吧。不，搁哪儿？自己来。那放这儿吧。那啥轻点儿。哎呀，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哎。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2位女同志聊聊吗？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拜托。行，走走。2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这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2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2位忙啊，好吧，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等着，人家压力也大。别去，不踏实。哎，雷主任怎么样？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尽力了，我先走了。你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这事就弄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快，自己泡一下啊！好，辛苦了。好，谢谢。哎，人，哎，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这左山乡6队马超华，什么意思？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别着急，先问清楚了，先别着急。我知道了，好吧，好，稳当了啊！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秦队，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为民。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妥妥的，控制住啊！我打啊！哎，别着急，别慌，妥，跟他们说清楚啊！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能走了不？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这不都采完了吗？哎呀，坐下等会儿。出来了吗？哎，正要找你们，出来了，就是马为民。谁？你确定？对，马为民。抓着了！好，抓着了！太好了，抓着了！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其实吧，你没抽血，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爱，她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她认识一下，她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我把我自己给毁了。你毁的是人家闺女和那一家子。
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哟，北来了，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大好事儿，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考到省厅了？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不真行啊！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2盅。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这啥跟哪儿啊？你这你还说啥呢？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不，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姐，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姐，刘儿，你看我说，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呀？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的，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别骂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海平，海平，你没少说两句，你真是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以后给谁看呢？你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海平，你少说两句。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莲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而我告诉你，你从何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刘儿，你给我回来！哎，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我就是混蛋！你什么混蛋话都说！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医学院谁爱去谁去，我不去。去，姐，把你姐追回来。姐，姐，姐。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哪个不叛逆的？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哎呀，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妈，文姨，你姐呢？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个傻狍子！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想啥呢？想我爸。我也想他。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他太强势了，他控制欲太强了。他怕失去你。他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您说我能当法医吗？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不行，
至少现在不行。海平，为什么呀？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问你妈。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女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哎，提个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我下饺子了。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包个蒜，好吧？啊，那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2天咱们大庆。开门啊！哎，好，来了。哟，师母。哎，秦川。吴老师啊，川啊，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我挺好。你又买水果？我来看看。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啊，还行。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你，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20、30块钱的事儿，您这是30，就30了啊，28。哦，我亏了28块钱，那我找你2块。这，行了。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你再买我还多给，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老成这样了？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快坐。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挺好。海平啊，到了里没弄过他妈。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点50分，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2个女同志，
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这一次抢了7万，1死1伤。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1男1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1名男性路人。都是近距离爆头。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2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用的是同一把枪吗？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什么枪？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那应该并案啊。已经并了。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范儿，你比松林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哦，对，吃饭。来。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拿钱来。老子还没开张呢。没有钱没得事。
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妈？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你找死！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拿开！小飞，细听，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1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幺杠1式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是。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够了。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呢，来。你把灯关了。啊？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是。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算工伤不？职业病。看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行，确实挺美的。你好，请出示证件。出示一下证件。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这个我也不清楚。行，那先这样。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王八。视频很模糊，只有2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这是在案发现场捕获的，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还有吗？只有2段。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啊，出发。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省通来做专家，来。杨局，哎，给介绍一下，吴老师，哎，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杨明，你好，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哎，你好，这位是秦队。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啊！犯罪现场在哪儿？就在这边。我得做个测试。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好，来，预备，开始。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2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哎，你好，您这是老板吗？啊，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2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朝这边跑了啊！这里这样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再看看这边，那边区域来了。停！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杨副局长啊，这么搞可不行啊！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我们走吧。等你电话。好。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整个过程是不到1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的那2个案子呀。没错，这3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查枪还没推进。老飞，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
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哟，这不是撒了天罗地网的那个人吗？你说这个人抓得到不？哎呀，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你们有什么线索也马上跟我们说。啊，是的。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哎，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锦城打工。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排查？排查什么？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喂，怎么了？舅舅又来了吗？舅舅没来。没来就好，挂了啊。哎，等一下，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单买地图案，4块5一张。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回来了。哎，吴老师呢？都知道了。案子有进展吗？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会的。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下来。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这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结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吴老师，要破案子，还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备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老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儿吗？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是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吴老师，你给我1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1天行吗？我就1天。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我是兄弟，我是兄弟。吴老师，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川儿，委屈你了。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川儿，谢谢了，啊，谢谢。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们这是？秦队，你这就要走了？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知道。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你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你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笑儿，别孩子气。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旭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合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10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当然。那走吧，啊，回见。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哎，李文呢？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3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经理。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培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2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风生水起的。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就这个。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穿警服呢，不能吧？哎，有规定吗？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我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好。
电窑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太行了，周到。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哦，那你们聊，我忙去了啊。哎，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你怎么样？我挺好呀。跟赵飞也挺好的。啊，同事嘛。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啥意思呀？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嗨，再说吧。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我不是海政，吓唬我呢。重说。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就知道是。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这你有事儿啊？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里边让我先出去吗？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了。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好，我走了。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哎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好，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2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秦总还没到吗？没到。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开。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忠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哎，陈年旧疾，吃2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忠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那进展怎么样？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忠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这样吧，胡忠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3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2起案子并案。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
您应该看了吧？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编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2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没有。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好啊。哎，秦总，顾局，来，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我坐这儿。不，客气主便，听我的。你必须，你听我的。这买单的地方。哎呀，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2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田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哦，还有这么回事？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秦总，
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秦总，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哦，他们怎么说？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胡忠新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5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长，然后咱们就去兰江，速战速决。是。老周啊，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哎呀，谢谢了。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1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老周啊，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哎呦，常局啊，秦总，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走马。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
金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好的。吴老师，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崇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绳上吊死，越走越远。是啊，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嘿，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好，谢谢吴老师。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你好，警务联络员。你好，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歆，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就这些啊？就这些。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不能。秦总，胡忠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不知道。胡忠兴抢了一辆什么车？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华歆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
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好。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好，走。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让你说着了，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想想也是啊，10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你慢着点啊，没事没事，不是10几年前的小伙子了。没事没事。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哎呀，这么多天掘地3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站这等着啊！进来。躺那。他们这案子呀，办得太糙了。来，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呀，没事啊，没事。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不是。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
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切本，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茶香，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川儿，这回听你派我来，你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从头再来。从头再来。秦总，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走，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哎呀，办案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么行？啊，现在我们是
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喂，谭婷，怎么样？西城不比培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哦，我没事儿，挺好的。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2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3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好，陶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好，放心大胆的干吧。好。老周，老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我去看看，我去看看。你们看看啊。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
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好，起床。哎呦，雷主任，川儿啊，你好啊，你好，你好，师叔您好。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我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别说了。顺利吗？梁局还行，梁局还行。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小邓来了，走。看来是有情况了。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那走啊，去看看。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走，哎，上车，直接看视频。走。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来，川儿，你来。你坐，吴老师。来。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就这个人。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哎。停。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好。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秦总啊，
这个要看很久啊。要快，我们拖1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1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200人？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1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1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敢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你这乌鸦嘴！邓，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秦总，这梁，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秦总，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梁，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秦总，我是真的不迟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儿看，不能在这儿看，啊，这在这儿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
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都归座位，都归座位。来，大家坐。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对，600题。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好。
东门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稳扶好，有序下车。汇口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稳扶好，有序下车。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快去看看。来，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临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调出来看看。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
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秦总，就是阜通河路啊！走，去现场。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好，知道了。杨局，哎，这片区域你熟吗？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陆江。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好，我这就去。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这是全部的啊。好，大哥，这是公寓。行，你们先去忙吧。哎，好嘞。邓儿，哎，人手够不够？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儿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哎，那我去忙了。队伍就该这样啊。小伙子不错了，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呀？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好。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可能会在林路区、抚通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好，你也注意身体。好嘞。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到底有没有残疾？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就装了监控了。哦，这2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没有。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去，把袋子拿回来。好，我去找。秦总，这事儿全怪我。老钱，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豆，怎么样？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3个月。好，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行了，你先坐下。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是个网吧。你看这个，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是，走，吃饭去。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是个网吧。老板去哪儿？谁贴的？谁贴的？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我带人贴了一晚上。谁让你贴的？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就贴了富通河周边。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1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哎，赶紧撕了啊！哎，好。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全了。好，哎，你们3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1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蕉叶公园、农宝银行、张树林钢材厂，
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去见。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挖出来。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警。是张峰吧？是啊。干什么？别动！别动！我你也犯法呀！这这，警察，带走。过去。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那这身份证是你的吧？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你再说一次。身份证是我的呀，这之前给弄丢了。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去河西多少钱？50块钱，不会骗你的。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晕车。哦，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少废话，走。没有零钱，找不开啊。你到那边去给我看吧。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好像是云城的。云城的啊。这个重点查查啊！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狗爷。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10几遍。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啊，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秦总，
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个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好。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进这个子目录。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和一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秦总，这里有发现。快，发给张峰辨认一下。好。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快过来，来确认一下。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早上来，下午走，一坐一天。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就是他，就是他。秦总，张峰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终于找到了，是啊。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
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叔儿，哎，怎么了这是？啊！来，快坐下。什么情况啊？青莲，没事，怎么回事？没事，别害怕，没事。赵叔叔，家属是吧？啊。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孩子，你带你妈先出去。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啊，结果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啊，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谢谢大夫，没事。老赵，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好，你让石岩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你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你看。喂，朝廷，我金川，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啊，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
就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别，陶丁，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好，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爸，医生说你这个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如果出事了怎么办？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啊？不会，瞎说什么呢吧？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是，我就是想给你洗个澡。快坐。等我真7老8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成。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你姐和你妈，啊。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我也拿了奖学金。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儿子，快！妈，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你把家都搬来了。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海正，看着没？就这样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怎么的？不服啊？服。有意见吗？没意见。来。哎呦。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舅舅没来。那就好。好什么好？
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倒是快给我呀！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挂了。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一会儿不行吗？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1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5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人医生让静养1个月呢。不可能！你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你气我还是我气你？我气你不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1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青莲，去爸。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秦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没事没事没事，我特心碎。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没事。还有啥轻重？啊，没事吧？没事，海平，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1多半。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咋说话呢，平平？还教育起你秦爸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6、7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哎呦，他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哎，我来，没事儿，行了啊。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学到呢。您这边请。工程进度怎么样了？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你来吃饭。那就好，没事，让我随便看看就行啊。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培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过2天就能回去上班了。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行，知道了，放心吧，啊。好，再见。
喂，怎么了？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点37分，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3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东西没有被抢，布控抓人了吗？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人已经跑了。这都能跑了？啊？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哎，妈，我爸呢？厕所呢吧？哎呀，妈，厕所没人啊？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老赵啊，秦川跑了。妈，你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赵飞，怎么了？石岩，秦川去你那儿了吗？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可不是嘛，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步防。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小邓带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其他人呢？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啊，我没事。先回去休息啊。那我先回去了。嗯，哎，你也回去休息。哎。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老邓，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呢。沿着这条线继续找。啊，明白。啊，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哎，秦总，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行，我再想想办法。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儿够啊？这前面什么？我看不见了。你怎么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赶紧上医院，赶紧！我看不见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慢点。不好了啊！小邓，过来，接着查。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10几个，能不看废吗？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顾局呢？顾局人呢？今年1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1人所为。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检方悬赏通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喂，吴老师，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我没事儿，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编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它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把基石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这更是责任。
哎呀，死鬼！这不就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拿点钱。没有钱。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败家婆娘，去拿！给，都在这儿了。这么少？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我容易吗？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离婚？可以啊，钱还来。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别打了，你们去把婚离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哎，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那你是不回来了吗？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你别死在外头就行。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2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哎，青莲，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妈走了。坐1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1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刚做完手术，不能这样。快去劝劝他吧。
对不起。哎，陶婷，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哦，您说。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诈。为什么？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09年搞了2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那西城云城系列案呢？怎么办？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系列案死磕。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陶婷，我知道，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陶婷，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陶婷，怎么样？他听劝吗？刚才你没看见川的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没事，我陪他一起上刀山。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诈。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哎呦，田总，回来了。夫君，家里还好吧？挺好的，都处理完了。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
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钱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钱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钱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聊聊。请。我们现在呢已经有2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2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对。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对。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家庭背景。哎，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很有可能的。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有这种可能。是啊，你看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没错，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啊、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
他经常出现在去年城市的把黑板拿过来。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他，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这量太大了，大又怎么样？大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大海捞针呢吗？这是？我觉得其实厂之路还是有希望的。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有可能，628案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对呀，可以走路啊，这个之前都没有想到呢。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对了，有道理。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2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按说来说，应该是在这个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诚啊。嘉诚？是啊，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着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好。顾局，都来了。哎，秦总，
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辛苦了，辛苦了。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秦总又见面了，快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这。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哎，这是我们嘉诚啊。没错。他一定走到水路啊，坐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哎，川儿，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哎，
秦总，别。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头听，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儿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好啊，那你劝劝他。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中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是。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马上组织全城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好。老板，有没有硬盘啊？你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没了，已经卖空了。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好，赶紧分出一个组，
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进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好，钱总放心，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来，同学们，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拷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来领硬盘。各位同志，各位同学，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我们看什么，怎么看。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步态特征。犯罪嫌疑人喜欢刻意的伪装自己，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外翻得很厉害而且左右肩膀晃动的。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就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下1分钟有，你再看到他可能换了一个战术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白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忽然看到有个人在白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可疑，全拿车硬盘，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这边的饮用水，组长解决不了的，上报领导大家一定不要慌。仔细的看，在我们的左右两边的大屏上，还有你们的电脑边上都有照片。仔细的对比犯罪嫌疑人，一定要做到仔细再仔细。谢谢大家。程总、秦总，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7米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0领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周，老刘，小关，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有这回事啊？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那我去看看啊。还没有抓到啊！这人呢？
谁看这么多松枝？堆粉堆呢，这是。刘，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吓鬼了，在山上，犯罪人有个人追我。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哎呀，不会那么巧吧？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没有人啊？你是不是看花眼了？那边有个黑色尼龙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什么东西。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还有这么多东西呢。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我们赶紧回去报案。快，走。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哎，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什么情况？说。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就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还有别的吗？还有个睡袋。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人去现场。赶紧。锁定。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2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查。好。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好。于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我马上去落实。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在哪儿呢？在那儿。这儿。秦总，秦总，看，3天前的。看了一眼监控是吧？是。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是。确认，绝对是他，是不是？绝对是他，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为什么？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是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只有这一条。于局，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
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 ，DNA 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给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怎么回事？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你确定吗？确定。你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想。部长，这是情况。你有什么事？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我来。来，你说。这个男的叫张可涵，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你家在哪里？我
马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他的？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1回嘛，他老婆说他在锦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锦城了。第2回嘛，是因为他没有2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你有没有电话号码？哎呦，好，来，马上记一个。好的，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啊。带在那儿，收摘的。你儿子在家吗？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采血，程序需要。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还没好。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中城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明白。怎么样？情况？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有云城的吗？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10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2天问呢，没消息；这2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知道了，我看完了去。哎。
找到了。他叫什么？张可汗。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啊，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蔡玉琴，你男人在哪里？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蔡玉琴。大点声。蔡玉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40岁。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什么？他回来过？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你到外头你去吃。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啊？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来干什么？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啊，好的。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陶婷，也不让海生跟你说。秦总，陶婷电话。喂，哎，陶婷，您说。喂。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秦爸。明白。老常，什么情况？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
只可惜失之交臂。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可汗。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金总，消气儿，坐，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汗，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哎，秦总，秦总，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秦总，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汗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我爸。喂，秦明，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啊？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
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度。36.5度。你把电话给海正。海正没在家，出去了。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他没在家。让接电话。哎爸，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36.5度。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39度。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赶紧的，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好。哎，你呀。川儿，哎，郭老师，怎么了？受委屈了？啊？没什么。啊，没事，胡老师。哎，没事没事。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8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呀，不难过了。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228案以后，云城西城这2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2代身份证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2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克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2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脑子整天。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2个问题，一个是
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我明白，吴老师。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这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这就是张可涵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涵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分头杯茶。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少林寺吗？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嘛。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2次，最后都没招上。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呐，就是虚荣心太强了。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10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2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以为他娶了媳妇儿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2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这里头有东西啊！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怎么了？啥事儿啊？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我看看。来，你看吧。你是几点钟发现的？早上好像9点多钟。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没看到人呢。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好好。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好的。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马，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他在外面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他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哎，
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什么舅舅？舅舅就是警察。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知道。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我走了。如果没有打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哪个女的？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女人？难道张可涵他还有同伙吗？金总，老陈有事吗？金总啊，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啊，你说。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什么弹匣？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9毫米手枪弹匣。是。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好，好，好。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涵干的。结果出来了。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涵的。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啊。是啊，8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涵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那为什么扔闹市区？而且只扔弹匣，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样看我们怎么办？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那你的意思是，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老板慢走。哎，好。哎，秦昊，啊，客人点你。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
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我来，我自己来。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可以。来。放松啊。放松啊！你叫个什么名字啊？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7号小脚，你叫我阿珍也可以。你多大了？22岁。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啊，加点儿。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万，你跟了我吧。一个星期1万，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
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漂亮。你不要看手机了。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你快点嘛！你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哎呦，吴老师，哎呦，想什么呢？没想着。您坐。嘿嘿。哎呀，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呀，什么不错呀？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什么新线索都没有。8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2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了。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
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这3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呀，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呀！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啊。所以这2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一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它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受中城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灵鹿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10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不要杀了我吧！我怎么会杀了你嘛？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你答应了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哥哥，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喂，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为什么呢？这小子最后是从云城跑的。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
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好。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这边。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进。哎呀，这么小的房子啊，2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说的好听，什么时候嘛？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啊？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嘛？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10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
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8年啊，8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根涵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